知青，手帕，快手帕！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藏书阁的人都救出来了，纵火的人也找到了，不过他们就是些替罪羊，想来是受夏侯伯指使的。徐阁老已经接回来了，为了避免端王的耳目，就暂时安置在郊外的别院里了。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们再去看他。那需要仵作说，他走的时候姿态很平静，在火烧到他之前就已经毒发身亡，所以没有受两边苦。先把药喝了吧，已经不烫了，就当是喝水退烧也好。还好，你也是传来的，要不然就我一个人了。刚说了不许任何人伤你分毫，就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到最后，你要实在太难受的话，我是说可以现在就送你出去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你想离开这儿吗？我把端王的所有计划都记在了一本册子里，把它埋在了端王府后厨的窗下。不要立刻去找，至少等待7日之后。需要说他留下了一本书，可以对付端王。你意思是？不能让需要就这么白白牺牲。你意思是不用我送你走啊？你怎么关注点在这儿？我是说需要的书对付端王，这么重要的点被你给忽视了。哦，也对。什么书啊？需要临死前说他把端王的计划记在了一本书里，就藏在端王府里。他就是为了来告诉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才在中毒已深的情况下，貌似来藏书阁给我传递消息。亏我当时还以为
咱们的策反计划成功了。那需要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，替他仇敌做牛做马就好了。起码他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结局，不像有些人做什么都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？你是说需要，还是说的你自己啊？我是说，道路曲折，但前途光明。你说的对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活下去，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苟住。谁说吃到鸡就一定是战胜了？苟到最后，金有银有。接下来，咱们就要打一把苟分架势赛。你不明白吗？明白，想得明白。苟住，苟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提前说好了，我是为了跟你开战略会议，又不想被别人起疑，所以才连续几天睡在这儿。是，承蒙于姐看得起。这谢永儿好像真的和段王勾搭上了。拉拢计划失败了吧？我是怕他告诉段王，不然我早就跟他摊牌了。但这个谢永儿好像对我筑起了很高的心防。我就算告诉他我们都是真人，他也不一定会相信。谁说你们都是真人？你是，但他是书中的纸片人，他的性格、脑回路是早已设定好的。你现在想让他反水，估计很难。对啊，这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哎，不过幸好你那边策反徐瑶的进度不错。那当然，徐瑶是个聪明人，之前不过是被蒙蔽罢了。徐阁老曾说过，一件事情的真正受益者，隐藏在过程里，却暴露在结果中。有时候透过表象看实质，一切的疑团就迎刃而解了。我这一番话，虽然说不一定能立刻策反他，但起码能在他心中种下一颗怀疑的小种子。徐瑶啊徐瑶，可怜你到今天还以为是那王八蛋害了你病。是谁未卜先知，保下你一条小命？是谁满脸悲悯，将你收做了看门狗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那就按这个势头继续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绞尽脑汁回忆，你这朝中的官员啊，7成是太后党，3成是端王党。太后势大，外戚把持朝政，笼络了大多数的文臣。武将被太后党欺压多时，已经悄然归顺到了端王的麾下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让他们内斗。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随便挑拨离间，最好啊，引得他们杀个昏天黑地，我们才能夹缝中求生。但具体怎么演？我即兴发挥。
完了完了！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。旱？你被篡位的最大导火索，是因为一场旱灾。什么时候？明年？后年？我记不清了，好像是在全书2/3的地方。旱灾一来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全国上下饿死了很多人，陷入一片混乱。然后你就被刺了。刺客是谁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哎，这个我还真记得，是在倒数第10几页的地方。你能不能记点有用的呀？有总比没有好吧。总之，你被刺伤之后，端王打着秦王的旗号入宫，但你重伤不治，百官进言，求他当皇帝，稳固江山。他临危上任，励精图治，终成一代明君。我是看明白了，你看书的时候啊，喜欢端王。哎呀，视角嘛，视角决定立场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搜寻抗旱的作物啊，想办法鼓励大面积种植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从根源上杜绝这场灾祸，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免遭饥馑，顺利度过旱灾，然后拳打太后，脚踹端王，你和我笑到最后。就算书里已经写好了命运，那我们也要一页一页的活到最后。你好点了吗？吃了东西，好些了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。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，吓死我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比预想中要好一些，
北叔给你熬了甜粥，多少喝一点吧。宫里怎么样？昨天没上朝，对外说你在太后处事迹，宫门还是不让进出。但我想唬一唬端王，所以就让他们照常准备后天的和谈事宜了。端王那边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太后呢？据说一直在大吵大闹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太后党那边的臣子倒是像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一个往我这儿送，但都被谢永儿三言两语打发走了。谢永儿这么为我？女子只要团结起来，干起正事儿，绝不比男人差。你这件事真是吓死我了，要不是有他给我做帮手，我一个人肯定应付不来。头还疼吗？疼。这样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，每次发作，我都口。
哎，娘娘，这里还有别的主事之人吗？这么多，真的不嫌挤吗？哎，快走快走！正如方才阿白所说，如果你想离开，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。好，如果这是你想要，我走便是。王爷，夏不丹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已经同意仲离晕了，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端午，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是吗？那么想逞英雄，就逞到底好。干嘛又要让我来找阿白，做这三军主帅？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男人好奇怪，好拧巴。明明不想让我走，还一次次的又说给我选择权，无非就是不想承担后果吧。既要又要还要，你这是病，给你治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有病，我病入膏肓，活不了多久了。但我真的好想，好想，好想让你来，但我又想让你离开，因为我只能陪你这么点时间了。但你现在还没死，所以就给我闭嘴！哎，娘娘听着不太高兴，要不要进去劝慰劝慰？哎，将军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生气。女人肯骂你，说明心还没死。将军虽懂打仗，可不太懂女人啊。你们几个，给我守好这里。你，给我挨个通知，到副将大帐开会。今晚我不睡，谁都别想睡。急了。王爷，别碰！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这样。真的。王爷，于姐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有。
你投机又犯了。途中犯了一次，因此错过了和你们在培养会合的时间。所以背山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所有人都在说你死了，但我就是不相信。毕竟有北叔在你身边。北叔呢？当时情况紧急，结果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，与其两个人一起死，我和北叔说了我的真实身份，让他先走。北叔对我们那么好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当面跟他道谢。等我们夺回都城，我就派阿白去找他。也只能这样。干嘛你？我还没原谅你呢。于姐，于姐，以后真的不会了。我用我所剩无几的生命来发誓。谁让你发誓了？吓唬他！你信不信我揍你？不发誓了，对不起，消消气。你们都是我林玄英亲自培养的，我知道你们忠心耿耿，每个人都可以以一敌十。但若加上手中这把武器，你们便可以以一敌百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一边行军，一边训练，想必你们非常清楚这把袖中弩的威力。但到了这都城，却不知道它到底要指向谁。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，这武器就是要用来谋反。没错，谋的是正道，反的是逆贼。右军副将林玄英，右军都尉沈骁，右军校尉池玉林，右军中郎将呼兰折儿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陛下，陛下还活着？是陛下。我随尤将军回京述职时，曾在殿上见过。那端王怎么说陛下已经？恭喜诸位，要立从龙之功了。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诸位不必多礼。谢陛下。这武器是朕的一位故人做的，最初只是希望用它护朕的平安。今日朕把它交与诸位，并不是希望用它夺取权力，重回高位，而是希望用它护江山平安，护社稷平安，护百姓平安。这是萧太医给的药，岑兄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已经下不了地了。一会儿你别表现出来啊。行，走，你笑一下。哎，回来了，刚买的活鱼，
一会儿熬个鱼汤给你补补身子。哎，孙兄，你说我算的准不准吧？我说今日必然下雪，这外边雪花飘着呢。来，那位杨兄调离青天剑，还挺可惜的。哎，你能开我玩笑哎？你是不是快好了？差不多行了啊。杨兄也是好意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不用那么介意。呸！哎，说正经的，外面怎么样了？不太好。咱们没有回府是正确的，跪在寝宫外的那批臣子，都已经被禁军围困在了自家府中，不得进出了。还是陛下有先见之明啊！当初为我们准备的藏身处，现在却成了避难所。我担心的是，以端王的手段，他的人找到这个地方，那只是时间问题。事已至此，早做打算了。眼下，小皇命只有2条路：要么辞官，要么向端王投诚。但我看你们也不像是能向端王投诚的样子。当然，我绝不投诚，我宁可血溅大殿，也要名垂青史。是啊，我准备辞官了。如今这朝堂之上已经没有值得我再效忠的人，还不如回家孝敬父母。我倒是想投诚试试。啊，尔兰，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。我并无说笑之意。皇帝一死，雍皇当此时多半会选择弃官保命，朝中会有一大批空缺，端王需要人替他做事，所以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对剩下的人动手。儿兄如此聪慧，他现在不会动手，怎知端王不会秋后算账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，真到那时，再死也不迟啊。比起一头撞死的尽忠之法，我想陛下也许更希望看到我们能护一方百姓安好，不让他们为动乱所累吧。尔兄不用影射，我现在早已经不是刚入朝时的愣头青了，自然听得懂尔兄的用心良苦。只是这个时候，像端王这样的人投诚、低头，奇耻大辱啊！大厦将倾，一人之力何其为谋？人生苦短，儿兄正值大好年华，何不为自己活一回啊？岑兄有所不知，我留下来，既是为大义，也是为私情。哎，等会儿，私情？哪家姑娘？哎，我们见过没有？哎，这是人家的私事，你瞎打听什么？那尔兄又不是别人，是不是别人啊？是不是别人？既然不是别人，那我们2个也别走了。那不能让他一个人在朝堂上孤掌难鸣吧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要血溅大殿，名垂青史吗？你立场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我什么变了？我是要血溅大殿啊！我既然要血溅大殿，我得先到大殿，我不能在门口我就血溅啊！你等一下啊！你什么你？你成何体统啊，杨多杰？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很难过。你什么？你不要再说话了。这鱼我本。
其实你留在沛阳坐镇会更稳一点。等到城里那阵风波定了之后，休想！我不会再让你得逞第二次。不想周游世界了？想啊，世界就在那儿，晚点去也不打紧。算下来，我们其实也只认识了半年多。既然已经发生那么多事儿，也算是共历生死了。不过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咱俩好像也是刚认识啊。对哦，毕竟你还不知道我名字呢。那时候心里有鬼，就没敢跟你细聊这个话题。哎，所以你本名叫啥？我叫……哎，你不觉得于婉英这名字特好听吗？我觉得于婉英名字很好听啊。所以你本名叫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我说了以后你不许笑。为什么会笑？能比张三更好笑吗？王翠花。真假？你本名叫王翠花？王翠花，翠花，烧酸菜。我三姨姥爷给我起的，所以你知道我为啥恨他了吧？你三姨姥爷挺会起名字。王翠花，难怪你迟迟不提这事。你再笑我生气了。好，我不想。咱俩也算是旗鼓相当，难分高下了。我还没嫌弃你是个初中生呢，姐弟恋爱。什么姐弟恋？啊，是我进来的时候是初中生，但我在书里过了10多年了呀。咱俩也不是同时传进来的呀。你哪年来的？2016。我2025。你看。哦，我说呢。以前咱俩聊天的时候，你那些梗都贼老，什么蓝瘦香菇，元芳你怎么看？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既然话题聊到这儿了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。班味儿是什么味儿？还有那个 city 不 city 是啥意思？还有你平时总说的那个子泽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啊？那你跟我学。你先告诉我什么意思啊？你先跟我学嘛。算了，你教吧。仔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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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姐姐的意思。哦，懂了吧？哎，那之前那些什么狗住吃鸡啥意思？这个你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那你上次还跟我一块苟住。我上次看你斗志激昂，就没好意思打断你。小屁孩。还有那什么 ，OOC， 还有那个什么显眼包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告诉你什么意思。显眼包就是你这样。显眼包就是我这样。你就是显眼包，记住了吗？我是显眼包，那你呢？崔兄，老七，你怎么醒了？吵醒你了。萧太医的药管用了，你看上去已经大好了。我想趁着我能动，回小院一趟，
看看我的鼹鼠。可是现在外面正下着大雪，你这身体……再不去，我怕我就没机会了。我陪你。好。一切顺利的话，明天这个时候，咱们就有床睡了。回头再派人把北叔找回来。现在阿白也在，私人小。